据资料显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空军超过6000架的作战飞机以及34万兵力。截止到俄乌战争开始前，俄空天军呢却只剩下不到2000架作战飞机了。而结合战场表现，他们空中马戏团的混号最终呢是声名远扬。是什么让俄空军在苏联解体后战力迅速降低？期间他们究竟经历了些什么？空军强不强，无疑和战机数量、性能挂钩。数量好理解，国家只要有钱，也重视空军，那么战机数量自然会多一些。因此，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空军之所以战力迅速降低，就一个字儿：穷啊！具体有多穷，咱们后面会聊到。至于战机性能呢，则与国家自身空军装备的发展模式有关。咱们得先简单概括一下冷战时期美苏空军各自的发展方向。二战结束后，美苏各自从德国获得了大量的航空技术。由于当时美国本身的工业基础过于强大，本土也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再加上可以匹敌世界的巨大财力，所以二战结束后短短10年，美国便一跃成为航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至今。期间呢，美国空军的发展方式可以概括为跳跃式。说人话呢，就是美军的每一代空军装备都必须解决上一代遗留的问题，并且依靠更先进的技术和对手拉开差距，形成代差优势。至于苏联，由于在二战中其国内大量原有的工业基地被破坏，整个国家也是百废待兴的状态，因此即便他们想在战后引进西欧的顶级人才，也无能为力。再加上1947年美苏进入冷战阶段，所以苏联只能采取针对性的赶超措施。简单来说呢，美国推出新机型之后，苏联会根据它的特点挑出几个关键的性能指标，对自家的同类型装备进行强化，使其快速形成战斗力，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基本上呢，苏联的新款飞机的平均服役时间总是比美国晚上个5到8年。当然，这种发展方式比较简单，因此苏联的航空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就。例如上世纪50年代末的米格21就是一个典型。当时呢，美苏战机已经进入2代机时代，美国选择放弃 F86、F100 等外形设计成熟战机的布局，重启炉灶设计了 F104、F4，而苏联呢，为了实现2倍音速、2万米升限的双2性能，则选择延续米格15的机头进气和基本外形，改用先进的三角翼和更大推力的发动机，使其在飞行性能上可以和 F104、F4 等新款2代机一争高下。这种案例还有很多，例如之后的米格23、苏17、苏24等战机都是以针对性的提升，使其可以和美国战机相媲美。这里咱们就不细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比较多，大兵可以单独出一期影片，咱们详细聊聊。不过呢，当时苏联战机和美军不分高下，并不代表他们的技术路线很成熟。毕竟当时喷气战机时代刚开始不久，大家起点都一样，而且在成熟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改进潜力很有限，所以当时苏联简单粗暴的赶超策略，其缺点并没有被凸显出来。比如1976年，美国第2款3代机 F15 服役，由于这款战机采用了涡扇发动机、电传操纵和先进气动设计、航电等诸多新技术，同时美军也不再盲目追求速度、高度、转弯速率等硬指标，而是最大限度地优化实战性能，导致美军在3代机上领先苏联将近10年，直到1985年苏27开始服役才追上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在进入到80年代以后，苏联也意识到第3次世界大战似乎永远也打不起来了，因此武器装备制造方面再追求量是不能长久的，也是国力承受不了的，所以他们放弃了量，开始向质的方向发展。也因为如此，才使我们看到像苏27系列战斗机在制造工艺上有了一些进步，改变了以往我们对苏联战斗机结构简单粗糙的固有印象。从这个时间节点看，进入80年代对苏联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他们已经开始纠正自己错误的发展路线，之后如果赶一赶，还是有可能重现1、2代战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局面。但之后呢，发生什么各位都清楚了，没过2年苏联便解体了。
而曾经因为走错了岔路，苏联战机在发展过程中埋下的祸根也成倍地压在了俄罗斯头上。1991年12月26号，苏联正式解体。苏联军队之前基于第3次世界大战想定的大规模战略攻防彻底宣告结束，俄军整体部署和发展开始转向与北约国家发生有限军事冲突。用我们能听懂的话来说那就是当时俄罗斯只能打小范围且周期短的战争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无疑是没有军费。根据大兵查到的资料显示，1990年苏联的军费开支是709.76亿卢布，估算为1182.9亿美元。在1992到1995年间，其军费平均只有191.7亿美元，和之前相比只是一个零头，却要承载超过100万的海陆空大军，可见当时的俄罗斯是衰弱到了极致。但是由于空军使用的装备本身就比其他军种更娇贵，因此影响最深的自然是俄罗斯空军。苏联解体后，15个独立联邦瓜分了前苏联的战机和机组人员。1991年8月24号，苏联空军总司令彼得·杰伊涅金上将成为了首任俄罗斯空军总司令，继承了苏联空军超过6000架的作战飞机以及34万兵力。当时有人认为，虽然绝大多数的图95MS 和图160战略轰炸机并没有被俄空军继承，其综合实力仍然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2。不过以大兵的看法，俄空军已经是空架子了。根据资料显示，俄空军从1992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截止1995年底，俄空军总兵力已经从34万减到了20万，飞机也由6000架减到了3500架。虽然裁军、减少冗余装备等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军费不足还是让俄空军整体实力光速下滑。原因无他，飞行员和其他人的工资有时候连续几个月发不出来短时间内或许可以为爱发电，但时间长了那可不行为此，这些飞行员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手段解决问题。例如1996年，驻扎在远东地区的叶利佐沃的4位米格31战斗飞行员以绝食抗议，要求发放拖欠数月的工资，当局只能挪用其他单位的款项来平息此事。而且在1997年，苏联时期形成且相当成熟的前线航空兵、国土防空军2元体系直接消失，2支部队被合并成了1支。值得一提的是，合并了国土防空军的945架战斗机后，俄空军的机队规模相比原有规模更少了，只有2376架。同时2支部队合并成1支，各位也能猜想到，这意味着俄空军的日子更难过了。一份军费得让前线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2家分，这谁受得了1998年，时任俄空军副司令的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曾对媒体透露，空军在与防空军合并之后拨给新组建空军的经费仍然只占到整个军费总额的12%，而同期美、英、法、德等航空大国分配给空军的经费份额却达到了38%。经费的长期短缺给俄空军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坏损装备无法进行修复，飞行员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部队训练强度下降，导致整体战斗力水平出现滑坡。但是哭穷并不能改变什么，甚至在次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创下了新低，只有64.7亿美元，世界排名也直接拉到了第18位。尽管2000年俄罗斯还对外宣称自家空军规模庞大、战斗力强劲，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飞机维护保养情况相当差劲。例如2008年，俄空军在连续坠毁2架米格29后，经过检查才发现米格29机队中有80%出现了尾翼锈蚀情况，当时他们完全没有财力维修。对，差点忘了，军费不足，俄空军自然也没办法购买新飞机。据资料显示，从1991到1995年，俄空军1架新飞机都没买，甚至对老旧战机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升级。直到进入到本世纪，俄罗斯才在2003年挤出了117亿美元来升级苏27S，使其达到了苏27SM 的水平。而这117亿最终也只升级了50架。至此，这系列战机才具备了3代战机中期性的性能。
总之啊，没钱真的是硬伤。虽然苏联80年代开始转变了空军装备的研发思路，但其后来的解体直接断送了与美国继续角逐的机会。之后，由于俄罗斯军费有限，导致90年代其空军机队规模迅速缩水，航空兵团数量从1991年的281个减少到了2002年的70个，飞行员训练强度下降，也导致机队战斗力下降。而进入到本世纪以来，俄罗斯空军能做的其实也不多，飞机的修缮和保养则成为俄军的重大问题。例如米格29战斗机机队基本上都废了，最后呢，俄空军基本放弃了所有的米格29，没钱维护才是主要原因。这种困境呢，使俄罗斯的国家军事战略只能依靠于战略核力量。简单来说，这个阶段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一大半呢是基于核弹，而俄空军的装备建设也偏向于维护那一大堆老旧的图 95MS、图 160M 战略轰炸机。至于常规军力，例如战斗机、强击机之类的机型，基本做到够用就好了。时间来到了2010年，俄空军的日子总算好过一点，但也只是好了一点，在新装备研发上依旧是捉襟见肘。GDP 总量的大小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但如果国内经济搞不上去，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军事实力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普京上位解决车臣问题后，迅速将矛头指向了俄国内7大寡头。2000年6月，普京先是对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动刀，最终他以侵吞国家财产罪被逮捕，其资产被充公。同年7月，石油大亨别列佐夫斯基因为逃税被调查，最终潜逃至英国，资产也被充公。2位破局实力的寡头被解决之后呢，剩下的5个自然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之后，普京开始了一系列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其效果也十分明显。俄罗斯的军费也开始一路攀升，从2010年开始，军费缓慢上涨到了587.2亿美元。2014年，由于乌克兰危机，达到了847亿美元的小高峰，随后又下降到664亿。之后呢，到俄乌战争开打前，一直也没有超过700亿。但是对于整个俄军来说还是不够用的，毕竟陆海空战略火箭军4家分一分，分给空军的最多也就200亿。这其中呢，远程航空兵划出去一些，空天防御兵划出去一些，空天军的战术演训和日常活动再划出去一些，留给俄空军战术航空兵购买新装备搞研发的钱怕是杯水车薪。因此俄空军主要还是维持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时间来到2015年，俄军整合了空军和部分航空航天力量，重新组建了俄空天军。从账面数据来说呢，此时新成立的俄空天军拥有3000多架飞机，主力战机1000多架。然而这些战机中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90年代生产的产品。虽然在俄军那边被称为属于4代机，但是其雷达和航电设备早就已经滞后多年，以至于战机中相当一部分都无法使用各种精确打击武器。而在空中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电子战飞机等领域，俄空军也积欠严重，也导致了空天军战斗力无法施展。咱们从预警机数量方面来举例，目前美国拥有近200架各型预警机，俄罗斯的预警机数量则不超过20架。根据大兵查调资料显示，有16架和19架2个说法，这里咱们就不深究了。因为对于俄罗斯这种疆域辽阔的国家来说，不管是16还是19，数量都严重不足，以至于俄空军不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都不具备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中给予俄军地面部队近地火力支援。此外呢，在2010年之后，世界科技整体都在迅猛发展，因此专用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也成了俄军的短板，以至于俄乌战争爆发后，不得不从伊朗等国家进口大量的无人机。总而言之呢，还是大兵前面提到那句话，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空军装备上一直在复习苏联已经做好的作业，失去了追赶美国的机会。虽然美国拥有的先进装备在俄罗斯几乎都有对应型号，例如对标美军5代机的苏57，但这款战机脱胎于哪款战机，目前是什么状态，各位朋友都清楚。反观美国6代机都快搞出来了，不得不让人唏嘘啊。无论是军事装备还是战争，有钱人才玩得起。各位朋友认为俄罗斯还有没有机会追赶美国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